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暗黑封印2代：巫师之火》。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过初代，但是并不知道本作还出了2代。初代的副标题是《毁灭之门》，出品于1990年；2代出品于1992年，副标题是《巫师之火》。一共5个角色可以选择。我选择的是法师弗雷亚，另外还有一个女性角色是精灵，但精灵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。和初代相比，2代的界面稍有变化，但基本的系统不变。人物方面由4个变成了5个。初代的忍者不知道哪儿去了，新加入了一个精灵，还有一个矮人。法师这个角色初代就有，但好像很多玩家都喜欢用吟游诗人。给大家演示一下他的雷电魔法。我为什么没有演示火魔法呢？因为第一关的 BOSS 骑的是火龙，火系攻击无效，包括咱们变身魔法变成的火蜥蜴，打这条龙也是没有效果的。这一点可以理解啊。对面的火抗是点满了的。第一关的场景是一个小镇子，叫做赫鲁德。本作的剧情故事发生在初代的2年后，高卢帝国历357年。初代的4位英雄挫败了敌人想要开启毁灭之门的阴谋之后，黑暗法师想要解封龙神殿，召唤亡灵大军，但是解封龙神殿需要666个人的鲜血，这也不知道是想召唤亡灵大军还是想召唤老六。总之暗之巫师就各处的袭击村镇。我个人猜测，黑暗巫师可能是受到了火之高星的控制，所以倒向了亡灵一族。这里我使用的是水魔法，法师还可以施展火魔法、变魔法、美杜莎、变身魔法，还有2种随机魔法。释放之后，你要么变成宝箱，要么就变成猪。变成宝箱的话，可以随机掉落大量的道具，但如果变成猪，就只能任敌人宰割了。女神像是增加血量的，但是没有加满。屏幕上方人物头像的右侧就是道具栏，这个道具栏现在我只有一个盔甲，还是能抵挡伤害的。主要就是物理伤害。盔甲后面的3个空位分别对应3种饰品，可以抵挡各种属性伤害。盔甲前边可以捡到1双鞋，增加人物的移动速度；捡到的拳套可以增加人物的攻击力。但本作所有的道具都是限定攻击次数，或者是有耐久的。这一点比较坑啊！我这里使用了变身魔法，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火蜥蜴。这个场景有雾，叫做薄雾沼泽，有一点看不清。穿越之后就能见到本关的 BOSS， 变成了妖树。妖树上方的花可以突出炸弹果实。下方结的茧可以释放小型的树妖，所以打它要进行游走。下方结的茧是可以打爆的，但是上边的花应该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只能一边躲一边打了。好在这里 BOSS 的耐久也不算高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本作的攻击，
如果你按连发的话，那对于法师来讲只能放出1条火。如果你进行蓄力，根据蓄力时间的长短，释放的攻击威力是不断上升的。这款游戏这样设置就是让玩家思考，你是不断的连打，还是进行蓄力，找机会进行输出，可能反而更有效率。这里我释放了一个火魔法，释放魔法之后，如果你被敌人击中，你的魔法槽会大幅度的下降。魔法槽走到底了，魔法也就释放结束。一般来说，变身魔法需要的魔法值最多，击败敌人就可以积攒魔法槽了。但释放魔法的时候，咱们要看到魔法书现在翻到了哪一页，翻到哪一页释放的就是哪个魔法。我这里又放了一个美杜莎，主要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各种魔法的效果。美杜莎就是把敌人石化，算是秒杀吧。但是美杜莎的攻击范围比较低，非常容易受到敌方的攻击，导致魔法提前结束。这几个角色的性能也略有区别，但是都很容易理解。有力量型的，有敏捷型的，有魔法型的。大概1年之前给大家录制的女精灵剑士就是敏捷型的，她的普通攻击如果进行连打的话，会使用出百裂剑。虽然范围比较大，但伤害真的是低呀，和刮痧的区别不大。这个机关门里边是可来可不来的。我释放了一个随机魔法，这里是变成了宝箱。就是看着敌人比较少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万一变成猪也没什么可怕的。雷电魔法的攻击距离比较远，但它的攻击范围很窄啊。虽然长，但是它细呀。大家想一下吧。行一利必有一弊啊。不能什么好处都被你占了，又长又粗，不存在的。那输出该多猛了呀，简直就是 bug。当然了，还得看持续时间，持续时间短的话，你也输出不了几下。我刚刚说的就是魔法，相信大家也听懂了。我在这个地方攒了一波魔法。因为一会儿就要进行 BOSS 战，这个 BOSS 能够幻化成主人公的样子。房间的四周摆的都是镜子，敌方可以通过镜子进行移动，而且它也会瞬移，它可以主动的对玩家的攻击进行躲避。所以这里必要的要使用一个变身的魔法。变身魔法的攻击范围是很难一个瞬移能够躲过去的，并且变身之后，你也可以选择和 BOSS 进行拼血。所以刚刚机关之前有一个打开的门，不断的刷新敌方的小兵。所以官方在这里也是给玩家留了一个使用魔法攻击的选项。这里有一扇门，里边有很多的宝箱，但是这里边是有大量机关的。不仅墙上有这种长矛，后面一会儿还能上来铁球，所以我就释放一个魔法。
趁着无敌把铁球躲过了，也能够非常从容的来拿这些道具。下方的敌人比较多，这里不要着急。游戏越到后期，越要讲究步步为营。本作的关卡数量是5关，听起来不是很长，但是实际上，攻略的流程当中，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用来缓慢的推进。尤其是法师这种脆皮的角色，别看我的血量现在是4格还多一点，现在我没有盔甲，对面2下就可以把我带走。甚至有的 BOSS 直接可以把法师秒杀。我这里也是攒一下魔法，进去之后就要 BOSS 战了。打这只古龙，打这个 BOSS 要有耐心。咱们的攻击生效几次之后，这只龙的骨架就会散掉。之后进行一次突袭，然后再次组装。龙的突袭有2种，但方向是一样的，都是分叉，分成3个。偶尔分叉可以理解，但如果你次次分叉的话，是不是就说明这个龙的身体不是很好？我说古龙有点不大准确，就是应该是一只腐龙。腐龙好像也不大准确。羊蝎子龙，这次准了。我估计这个称呼大家也会认可的。我魔法是满的，但是感觉也不用放了。这个 BOSS 的难度还不如刚才的小 BOSS。BOSS 的血量不多了，但他经常处于无敌的状态，这就需要等了。突袭的时候正是攻击他的好机会。这边下来应该是没跑了。打完了，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